石油那就是一些什么样一些有机物质啦，对不对？然后也是一些沉积啊，然后经过一些化学改变的话，化学反应的话，就变成石油。所以一般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石油啊，这个一般都是怎么样？我们讲说油跟气大部分都在一起啊，很多地方你有石油就会先伴随着气啊，所以一般的油层大部分都是怎么样？都是上面有个岩石层啊，那岩石层下面的这个岩石层，让这些有机物就长时间的在这个地方在地方沉积啊，然后就产生一些油跟气啊，然后这个时候它压力都蛮高，所以有时候你为什么说一打，有时候就会出来，就跑出来啊，等到这个时候已经那样子那么都初级开采，一打个井，基本上它就喷出来了，然后等到没那么多的时候，你基本上你怎么样？你要灌东西上去，那就2级开采嘛。那到最后的话，还有什么叫 enhanced oil recovery？ 等一下会介绍一点，就是变成说你还要去解决它的一些流体力学的问题，希望可以开采更多嘛。所以说以前我们在在探油的时候都是这个地方啊。那如果有在这个里面啊，这里面有没有油气？也有啊。但是那种地方以前我们就不会开采。那现在因为美国它发展一个叫水裂法，那水裂法的那个以后会大概讲一下，我们讲不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会讲，我也忘记了。反正在某个章节里面会稍微讲一下，它也可以在这个本身里面这些页岩层里面的油气也可以开采出来。所以它这个水裂法是怎么样？基本上就是什么？你要先把它炸开嘛，啊你要先，所以说你的炸开过程里面你要用一些化学物质进去里面，然后把它炸开。那炸开就产生很多孔隙，那孔隙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一样用油井的方式把它吸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上次讲过说，有可能产生地震啊，那你放一些化学物质里面去，而且它都比较浅的，所以这个可能会跟地下水这边有一些影响。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油田啊，都是在这个下面啊，然后这样子，油跟气大部分都搞在一起的这样。跟石油相关的工业，它的那个什么毕业生的薪水是最高的。哎，那个石油公司都把财大气粗，那个最有钱的。石油公司很有钱的，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些人的话，你可能就要丢到油井里面，可能海上的油井，就海上就你这个油井，那可能住2个月才能回来一趟，就这样子。你可能就是1年要这边住2个月，可能住2个月就赚的就够你这1年花了这样子。你就在一个油井上面，我没去过啊，以前我老板他有带学生去看那个油井啊，就是坐直升机上去，然后就把他们放在油井上面啊，然后就是海上的油井这样子。所以在美国这种。美国这种国家是很现实的，你越没有人要做，越辛苦的科系就是越赚钱，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石油工业相关工业的都很赚钱，那就是你只要你可以维持那种辛苦就好了。所以你最好是怎么样？跟石油公司合作，但是在办公室做研究，那这样就不错，这样子。OK， 好，这就是那个石油探勘。所以基本上石油探勘有很多，你看那个什么地质调查、探勘什么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么狭隘的认为说，我要做石油，我一定得要怎么样读什么化工啊、石油工程，不是啊，太多了。大家都知道嘛，这是开采嘛，对不对？石油开采。好，我们讲说石油开采可以分成几种开采方，几种开采哈。一种是怎么样？一种叫做1级开采，一种叫做2级开采，一种叫3级开采。所以1级开采是什么样？那种挖下去就喷上来的那种，现在大概已经没有那种地方了哈。2级开采就是说，基本上你只要最原始的注入某种比较没有不需要太多成本的液体，把它挤出来。对，比如说你就注水嘛，对不对？注空气嘛，就把它走进去嘛。反正。那个体积如果是不可压缩的话，体积是守恒的嘛。你打多少水进去，打多少空气，都有多少东西出来，对不对？这是这样子。但是呢，真的会是这边讲有没有？所以我们讲说，等到你做了2级开采之后仍然有2/3的石油存在地底下。为什么会这样子？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我做的，这个是我1996年的文章。好，那个时候就一个很简单的题目，我记得很好笑。我老板还跟讲说，那个国会议员还会问我说，这研究什么？研究一个管子，一个毛细管，一个很细的管子，里面刚开始充满一种流体，比较粘稠，然后你注入一种比较不粘稠的流体，然后看看它里面流体的，看它里面流体的分布是怎么样。这个案子多少钱？50万美金，养了我4年。
$500,000养了我4年的生活费跟学费，对不对？啊，你想说哈，一个小管子，啊，里面假设这里面放了一个比较粘稠的甘油，然后外面再用一个比较不用水去推它，看看是长怎么样子，有没有？这刚开始这是一个很小的管子，可能只有1 mini 啊，然后本来都是甘油很粘稠，你把水推进去，然后看看它这个推进去变怎样？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你如果把它是想象说这是一个孔隙，里面是原油，你注进去一个比较不粘稠，你当然是注比较不粘稠的嘛，很粘稠的进去的压力就很大嘛，你当然要注一个比较不粘稠，比较容易注进去嘛。好，注进去之后你就把它推出来了，所以这些就是怎么样？这些就是你注进去的东西，你就把它推出来。等到这些到达这个孔的另外一边的话，你再继续注的话，就不会有东西出来了嘛，就注什么就出来什么嘛。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什么样？残留的，就算一算，还有2/3残留在里面。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就一个很简单的题目而已但是从这边就知道说。还有2/3的流体。你今天就算说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用2级开采，把做一些注入水啊，注入一些什么一些东西把它给推出来，不能讲吸出来了，应该是想应该是把它叫推出来了。你注让它压力，然后把它推出来。但是你还有2/3，你想看我们在讲说剩40年，剩40年，剩40年。如果这2/3都用过来的话，这不就是剩好几百年了吗？对不对？所以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没办法解决啊！就天生原有就这么的什么这么粘稠所以说你如果用原来的方法，你再怎么样子解决，你也没办法。所以开始怎么样？你就开始在想一些方法啊，比如说你不要用它们中间的可互溶性要用怎么样子啊？不要用那种。比如说不要用注水啊，做一些还是跟它一样差不多物理性质，还是比较不粘稠的一些化学燃料注进去啊。但是这种燃料是我们不用的，比较便宜的，用比较便宜的就换比较高的，就这样子。所以研究了很多东西啊，甚至说你在注入的时候，你不能一下子这样注入，你要慢慢注入，要它注入的过程要不一样啊，或是说好几层啊，中间这一层是用什么可互溶的，后面那一层是用不可互溶的，很多啊。所以变成说，为什么说你也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可以研究的有饭吃，就是因为这个小事情，但是呢得到的资讯是很多的这就是讲说到底还有多少量会留在这个里面这个1就代表说它的粘滞度比几乎是粘滞度比是大概就是无限大，基本上一般的正常状况就是大概是1左右了，你看。还有什么呀？60几%，刚才那个题目有60几%，因为它是圆柱嘛，所以外面的体积更大。还有60几%还会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讲那么多，结果我们开采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你有办法从这个基础去研究的话，总比你花了很多钱找到新的油田，还要跟那个国家打一仗，然后才拿到这个油田的开采权，那就好多了嘛。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刚才是只讲说微观的，就讲那个孔隙里面多少的东西被留在管壁里面。大家知道为什么会留在管壁？大家知道吧？因为什么 ？No slip boundary condition 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说什么？它粘滞度差异，所以粘滞度如果差越多的话，这根会越细粘滞度如果比较没差不多的话，它这根会越粗嘛。这是粘滞度差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什么综合大家的参数嘛。另外一个就是做比较从上面看的嘛。我们的油田这边打进去，从这边吸出来嘛，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简化嘛，简化成是一个什么样？如果对称型的，这边是我注进去的地方，这边是我的收集油井嘛，这边就是一个五个井嘛，这边是一个 sink 嘛。这边是一个source 打进去，这边一个 sink 嘛，那我就看看这个地方，看看这里面有多少打进去被退出来嘛。这你也可以做一些实验跟模拟嘛。这个是实验做出来的嘛，这是模拟做出来的嘛。就代表什么？代表说，一旦我这边注进去里面，从这边收集，一旦它到达这个地方之后，注进去直接就出来了嘛，所以旁边都不会被用出来嘛。了解吧？你看那个量是不是很大？从微观的去看那个 pore。的那个就有60%，从巨观的有多少面积被 cover， 还是有那么多的面积没有被
什么没有被按理讲说那没关系啊，我这边弄完之后，那这边再把这个 injection 的地方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又可以这样弄一次啊，可以啊，但是你就要专心的油井啊，而且有些地方已经是被开采过了，被开采过的效果就比较不好，所以那大家讲说，你不要认为说你跟碳油没关系，其实碳油不就是有流体力学嘛？当然要先前面有一个地质的人怎么样子提供我们一些资讯，说这个地方有多少油，然后它的地质环境是怎么样子，它的孔蓄率是怎么样子，它的渗透率是怎么样子，我们都知道之后，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情了。对啊，那个所有学科里面有念流理的只有两个学门啊，3个学门嘛，机械相关的、化工相关的、土木相关的嘛。它不就是很多的嘛？就除了电没有之外，不就所有的都很流利嘛 ？OK， 好，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那种事情离我们很远，是还蛮多的。好，碳出来的油就分6嘛，就我们就是蒸馏嘛，就分6嘛，就是有比较重的油啊，比较重油啊，这个气油，这个东西是化工里面在做的，我们这边就比较不，就是说我只是拿出跟大家讲说，就弄出来的石油你就可以分6，要得到一些产物，比如说它没有瓦斯各方面的，所以。这边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台湾可能这方面，因为台湾受到我们本身国家的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太多这个方面的工业。不过有兴趣的话，这个地方你如果真的是这行业，我觉得是蛮好赚的啦，因为石油实在是必需品啊，然后也钱很多只是看看说你有没有机会，或是愿不愿意走这个这条路啊。当然比较一些轻的一些碗类这样子哈，这个是台湾进口原油的一些。这个是台湾进口原油的一些地点，反正台湾98%的能源是进口的就对了嘛，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进口的啊。好，天然气这个也是一样，天然气基本上跟刚才的那个原油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它是气体，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只要它的开采跟原油上面的话，因为它是气体，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是就没有比较那么没有复杂，而且它都是在上面的，都是在上面的啊。所以这里只要给它加点压力的话，它就整个就会出来这样子。好，这个是全球天然气的蕴藏量，你看看，又是这几个。俄罗斯有没有？俄罗斯现在为什么有恃无恐？他为什么根本不？他可能跟美国还可以再讲个笑话，他根本不甩西欧那些国家，为什么？西欧那些国家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的能源大部分都是那个天然气，都是俄罗斯天然气啊，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武器啊！对不对？那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些中国。不过呢，这边只讲一般天然气哈，没有讲油页岩气哈。我们有一章会讲油页岩气，那时候的话，整个排名就不一样了哈。好，所以天然气的运输，这就讲到一个重点啦。台湾其实有很大的成本是在天然气运输，就是要把它液化的过程的。所以台湾如果以后要用洁净的那什么发电的话，我们讲过说，洁净的发电，天然气是首选。天然气不仅洁净，而且它的反应时间很快。但是呢，台湾对天然气取得会比别人多很多。为什么呢？你要把它变成液化天然气嘛，对不对？对不对？以前都是一桶那个什么瓦斯，对不对？现在如果新的大厦是没有，这个我们很快把它讲一下。这个台湾进口天然气的，你看印尼54%啊，还有马来西亚所以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因为基本上你天然气还是希望，因为它运的成本很高啊，所以基本上还是在东南亚这个地方，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就好像跟印尼希望用这个天然气的采购，然后建立一些外交关系，对啊。不过现在还是蛮多的。